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比特币从今天上午开始一路下跌，我们看到从高点71000点一直跌到66000点，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最大跌幅目前已经来到了7.46%。那么这样大的跌幅呢，让很多人都比较担心，但我们认为这段行情我们把握的还比较精准，因为从昨天我们就给出了上方是有一个平头哥，这个平头哥呢正好在71000点附近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三波峰构成的一个压力位。在这样的压力位的情况下，我们同时看到了上方有上边界线上方波峰连线形成的这个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下方呢是由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在行情运行过程当中被逐渐击穿，但是目前处在这个收敛三角形波谷连线的下边线附近，因此呢，当前66000点附近是有机会重新反弹到69000美金的。这样的结构的状态下，我们认为这个收敛三角形能够继续延续下去，最终在近焦点附近发生变盘。而变盘的方向，我认为大概率是方向偏上的，因为本轮行情是由几个收敛三角形运行而来的。我们看到在4小时级别上，从24年1月份开始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是一个扁平化的收敛三角形，收敛三角形横有多长，纵有多高，开始突破。突破之后呢，在2月份也出现了这样的收敛三角，发动突破，然后到达73777美金高点之后，再次回踩到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附近。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目前虽然被跌破，但是我们认为当前行情当中的收敛三角形下边线是一个66000点附近的重要支撑位。同时呢，在更大的时间级别上，我们认为周线级别比特币已经在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由24年3月份这周的行情构成的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连续4周的震荡调整，我们认为都是这根悟空阳线遇到的干扰性 K 线。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管它叫做妖怪 K 线，一组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行情多头方向的判断。那么上方是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预期的，因此呢，在周线的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比特币大的行情、大的趋势是一个多头的趋势，只是因为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2轮4小时级别的下跌西游构成了本轮调整的一个最初的基调，然后围绕这个下跌而形成的筹码空缺区进行反复的缠绕震荡。而在上方，我们也看到了连续出现了3次的等位置波峰，形成了一个平头哥的压力。因此呢，这轮行情在震荡完成这个收敛三角形之后，在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如果能够发生突破上行，到达71000点，第4次到达71000点附近之后，将在4小时级别上形成4次等位置波峰。而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我们认为一旦出现这样的结构，容易出现突破上行。所以呢，目前的调整虽然看似恐怖，甚至在4小时级别上跌破了200日均线，但是呢，我们认为当前的收敛三角形结构依然有效。那这个收敛三角形结构，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起始位置波峰连线这一点呢是在314这一天73777点，然后下面的波峰点是在3月26日这一天形成的，连过来之后构成这个收敛三角形的上边线。下边线的点呢，我们看到是由3月1日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构成的，同时呢，底边线的这条线也和下方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共同构成了当前行情在66000美金的一个支撑。因此呢，今天虽然有不断的下挫动作，但是呢，我认为后面的行情是有机会出现反弹，并且在接近近焦点，我们看到近焦点这个是在4月7日结束，也就是说在4月7日前后可能会出现一波上攻行情，第4次到达71000点附近之后发动上攻动作。因此呢，当前的调整不用过度担心，只是在更小的一个时间维度上进行的洗盘动作。那这轮行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看到昨天就出现了 BNB 的领跌。那 BNB 和 USDT 的交易对我们都非常清楚，那和 BTC 的交易对是我们这轮行情的一个重点。那在小阳线级别和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 BNB 在高位
同比特币的这个尖段出现了收敛三角形。目前在小时线级别和4小时级别上 ，BNB 已经结束了领跌动作，也就是说 BNB 和比特币的这个尖段目前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上方仍然存在压力位。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看4小时级别144日均线构成了一个支撑，同时当前行情当中这个收敛三角形的结构对 BNB 和比特币的这个尖段构成了一个支撑。那这个收敛三角形也在不断接近近焦点区域，因此呢。变盘随时可能发生，特别是 BNB Litecoin，我们看到新币发行 ENA 在今天下午16点上线闭安之后，大量资金卖出 ENA， 然后通过 ENA 和 BNB 的交易对让资金重新回流 BNB 是有非常大可能的。因此呢 ，BNB 在这轮领跌之后，我们认为它和 USDT 的交易对必然会出现一定的反弹。而 BNB 和 USDT 的交易对，我们看到目前在4小时级别上是强势于比特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BNB 和 USDT 的交易对目前在4小时级别上站上了169日均线，而比特币已经跌破了200日均线，因此呢 ，BNB 是略显强势的。同时呢，我们把时间级别放大一些到周线级别，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周线级别上 ，BNB 正在进行第2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目前它走出了3月4日的周线级别悟空阳线。那么在4月份调整过程当中，它始终处在8阶阳线的势力范围。注意看啊，这里指的是周线级别，那么意味着 BNB 上方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一旦这2个周线级别的标志性人物阳线出现的话 ，BNB 势必会创出破$700新高的表现。那么目前我们看4小时级别有了一度回踩，那么这个回踩呢是平行于645高点到508低点这样的一个下跌趋势调整过程当中的一个平行式的调整结构。平时结构结束之后，我们认为当前行情已经形成了一个可以绘制出的收敛三角形，并且这个收敛三角形已经非常接近于近焦点附近。那么在近焦点附近容易发生的情况就是变盘。我们看到近焦点附近，如果在ENA 上线闭安之后，这个位置发动突破的话，将宣告本轮行情 BNB 的调整结束。那么我们认为前高$65会很快被突破。那么在昨天的行情分析当中，我们给出了3个币种，分别是 GOUP、GOTO、RAY。那么今天看到3个币种的表现，我们认为排名热搜榜第4的 GOTO 表现最好啊，因为我们根据市值预估的话，GOTO 还有5倍的空间到达 GOUP 和 RAY， 因此呢，对于刚刚上线 Binance 平台几个月的 GOTO 目前是市场当中热点，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正不断创出新高。那么今天的高点到达了$4.9。同时呢，在小时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今天比特币的调整并没有对 GOTO 的上行动作造出更多的影响。在比特币的反弹过程当中 ，GOTO 创出了新高$4.9，证明资金的热度和热搜榜人气，在 GOTO 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同时呢，我们在日线级别上也可以看到，本轮行情对于 GOTO 来说 ，K 线西游战法可以给出这样的解释：因为 GOTO 刚刚上线闭安，还没有更多的 K 线。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形成收敛三角形之后，做出了突破性动作。那这个突破性动作呢，也是收敛三角形近焦点位置发动的突破。我们可以把4月1日愚人节这天的这根 K 线当做是悟空阳线。那么今天走出了8阶阳线，上方是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预期的。同时，我们看到当前 GOTO 的这个结构正是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个突破性的走势。那么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将会看到它的上涨过程有可能会出现与横盘动作对应时长的一个疯狂上涨的走势。所以呢，基于 GOTO 和 GOUP 有5倍的市值预期。它和 RAY 也有类似的预期，所以呢，在Solana 链上，我们认为 GOTO 会有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表现。同时呢，当前行情当中，我们也认为 Sol 链上的 DeFi 板块也是一个重要的热点板块，而 GOTO 和 GOUP 分别是热点板块当中的龙头币种和热点币种。我们认为 GOUP 是龙头币种，因为它市值最大。那 GOTO 呢是当前行情当中的一个热点币种，我们看到 AI 困上也是排名第4，仅次于 BCH、BOME 和今天刚刚上榜的 CORE。所以呢 GOTO 我们认为这轮行情应该重点关注，无论是结构上还是市值上都应该给出重点关注。同时，我们 K 线西游战法也给出了这样的指引，在日线级别上，它走在8阶阳线，上方是有沙僧阳线和日线级别唐僧阳线预期的。